大家好，我是小晴，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瑞典呢，对于中国公司最近不大友好，不管是华为还是微信，他们都觉得很邪恶。攻击中国的时候，主要的矛盾点都是意识形态的攻击。那与此同时，美国公司亚马逊最近也要进入瑞典，瑞典的媒体们态度也是不怎么样。主要的矛盾点就是他们嫌弃美国利用欧盟的漏洞少交税。首先，他们认为这种巨型公司的进入，实际上呢是打击了瑞典本土的中小企业，因为本土的中小企业税率是21%，而亚马逊这种大公司通过避税，税率呢只有3%不到。那这样大公司就能发展得更好，就能更多的垄断市场，那小企业就根本更活不下去。那瑞典是高福利国家，收不到钱了，社会就没有办法运转下去，人民是要造反的，所以呢他们就出来叫，但是叫也没有用，亚马逊该进来的还是进来了。那第三个案例呢，我们比较的是沃尔沃汽车和沃尔沃卡车。沃尔沃汽车是吉利收购的，是个混血儿。沃尔沃卡车是独立运行的，没有中资背景。那前段时间病毒危机，据我平时采访获得的感受和一些不可靠的消息，病毒期间沃尔沃卡车的待遇比沃尔沃汽车的待遇好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很多公司还在家办公的时候，据说沃尔沃卡车是直接关闭生产线，不允许开公司电脑，不许看公司邮箱，必须回家休息。那国家呢也是肯定给了大量的补助。但是中瑞混血公司沃尔沃汽车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说这4个公司的案例是因为沃尔沃卡车是亲儿子，沃尔沃汽车呢是混血儿，亚马逊呢是表亲，价值观相同，一衣带水。但是中国企业是什么呢？我就不说了。那今天呢就想和刘老师聊一聊，欧洲到底是欢迎什么样的公司，不欢迎什么样的公司？我们中国企业进欧洲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和什么样的态度呢？哎呀，秦公子这个题目给的很大哈，然后4个案例呢也都各个不同。瑞典愿不愿意让亚马逊进来，或者愿意让什么样的企业进来？你比如说像吉利收购了沃尔沃，他为什么要让他进来？这里面很大一个考量是考量什么呢？这些原因就是你进来以后对我的本地要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有技术溢出，我原来没有这个技术，你到我这来投资建厂办研发中心也好，做什么生意也好，那你的技术可能就进来了，对不对？我的人就要来学你的技术，你就要雇我的工程师，我的客户、我的顾客、我的买家可能就会熟悉你这个技术，对不对？有个技术溢出，那我当然愿意让你来。或者是你来了以后，我原来没有这一类型的人才，那你能帮我培训人才，或者是你来了以后大量招工，别人一看，这家大的那个跨国公司来招工，他需要这个专业，我就去学这个专业，你看到没有？那我就会在人才方面我能有一个提升。那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在你那儿干了2年不愿意干了，我回去自己成立一个小公司。你看在中国多少在外企工作了几年以后跳出来成立自己公司的，那对当地来讲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对他本地人力资源的一个促进。或者是你来了以后加强本地的竞争加剧了。竞争啊，良性竞争是个好事情。我常常觉得瑞典缺乏竞争，特别是服务产业。你有没有觉得瑞典服务产业非常缺乏竞争？你没有竞争，大家都舒舒服服的，那你怎么样提高你的实力呢？不可能。再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建立我的基础设施。那你比如说中国到非洲去投资建厂，不管天下多少人说你是新殖民主义如何，你把路修了，你把电厂修起来了，那这些路这些发电的那个电力不仅能够服务你本身的企业，还能够服务其他的企业。那有了这些基础设施，你当地的整个经济就才有发展的基础，对不对？那瑞典的基础设施发达国家里面讲是非常好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好。你看个铁路，你在瑞典上坐火车1个星期里面要晚点多少次，对不对？基础设施。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外国的企业进来了，你需要比如说你需要新的人力资源的投入，比如说原材料的投入，还有基础设施的投入，这是需求效应。就我需要，原来不需要，现在你需要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叫什么？我们讲叫协助效应，就是你帮助你培训员工也好，你帮助你完善竞争也好，你是有个协助他完善他国内的市场。就是你来了以后，你留下什么？你光来割韭菜，那肯定不愿意啊。我们有一个研究项目，很大的一个研究项目是，瑞典中央银行还有德国、意大利和巴西的3个基金会支持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就是研究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技术投资。那当时研究的呢是，汽车产业和 IT 产业。
那后来因为我是负责中国这一块的，我们就发现中国汽车产业在德国的在那个欧洲投资非常多，但是 IT 产业我们找到的案例公司呢，他们在欧洲投资都是投资市场，它不是投资技术。就这些企业，不管是做企业管理软件的，还是做那个市场营销平台的，他们有自己的技术，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到欧洲主要就是找市场的，我们在当地买一个公司或者做一个自己的子公司，招一些会说当地语言的人，实际上都是把我们的产品本土化，就是我们是来找市场的。但是汽车产业不一样，汽车产业在欧洲的投资基本上全是技术投资，而且很多技术投资不是为欧洲市场本身服务的，是我在这地方建一个研发中心，我在这地方建一个小型的一个生产企业，比如说北汽在荷兰一个地方他投资了，那个地方叫湾海，连荷兰人自己都不知道。我一荷兰同事我说你知道这个湾海是什么地方？他说啊，这是哪里？我没听说过。基本上就是一个叫什么呢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那我去的时候先坐飞机，后坐火车，再换火车，最后坐的一个大概就是像50年代那种旧火车车厢，叮铃哐啷叮铃哐啷，在那个湾海市中心下车的时候一个人都看不到，然后找了半天找到有一盏灯还亮着的一个酒吧，推门一看，我也惊呆了，里面的人也惊呆了，全是老年人，白发苍苍老年人，穿得非常体面，在打桥牌。然后突然一看，当时在下雨嘛，天又快黑了，突然一看一个亚洲女人进来了，大家都觉得很吃惊，我也觉得很吃惊。然后那个老招待，大概我估计有60、70岁老招待，就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出租车的是一个老太太，然后把我送到酒店，开门等的出门来的是2个老太太。她说我们等你很久了，我们知道你要来，但你一直都没有来，我们一直在这等你。真的是我惊呆了，就是那个地方你看不到年轻人，但是北汽集团在那方投资的是一个生产就汽车顶棚天窗的一个企业，非常火。然后要在他们当地要建一个研发中心，那个研发大楼选址都选好了，当时是2015年，就是5年前的事情。然后当地的报纸报道，当地的官员也很开心。你想想，这个连年轻人都找不到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个汽车生产企业，然后又要建研发中心，对他们来讲这是个巨大的利好。所以那一次我们的那个中国我们当时叫新兴国家在欧洲的技术投资，那包括中国，包括印度，包括巴西。那最后看下来，我们做的所有的中国企业，所有中国企业在欧洲技术投资，它的效应都是正面的。我们当时怎么样来评估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就业有没有增加，特别是研发人员的就业有没有增加。第二个是你有没有新的专利产出，有没有新的研发项目设立起来了，都有。只有一个例外，哪一个例外呢？就是北汽收购萨博的3条生产线，那是一个例外。我经常把这个例子拿出来讲，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例外？它对瑞典来讲是净损失。为什么是净损失呢？它没有留下来，因为北汽当时想买萨博这个汽车品牌，当时是 General Motors 是通用汽车品牌，因为他不愿意把这个再卖给自己竞争对手，对不对？好，那北汽就说我不买品牌也行，我买你这个厂，买厂没有买成是为什么呢？谈不下来，工会很强硬，谈不下来。好，北汽说那我又不能买品牌，又不能买厂，我把你生产线买回去嘛。生产线买了3条生产线回去，而且雇了一个10几个人的瑞典的技术团队去帮他把这个生产线安装起来。16年调研的时候，北汽人就说我们已经在这3条生产线的基础上已经开发出了大概700多项专利了。你看这个创新的产出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中国发生的，跟瑞典已经没有关系了。然后它北汽生产的汽车也好，做什么也好，跟瑞典都没关系了，既没有增加它本地就业，也没有增加它的科技产出，对瑞典来讲净损失。但是2年以后，我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当时有一个参与了这个谈判的人，他就讲，他说：“哎呀，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很傻哈，我们当时没有任何人觉得，就是预期能够把萨博这3条生产线卖这么高的价钱。”他说那条3条生产线也不是最先进的生产线，他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生产线卖给你嘛。我说那你要看做任何决策都是看机会成本，不是看你的财务成本，对不对？你当时卖了个好价钱，但是之后呢？你看你萨博汽车现在还有吗？没有了。但是你看沃尔沃卖给吉利以后多好，
它的产出是积极的，是正面的，对当地的就业也好，它的市场开拓也好，对它的科研的成果也好，都是正面的。所以对欧洲来讲，不仅是对瑞典，当时我们的建议，我们到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去汇报的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建议就是对新兴国家来的技术投资要让它留下来，然后第一是建立信任，所有的成功的例子都是信任。这个信任不是国家对国家的信任，不是城市对城市的信任，甚至不是企业对企业的信任，是企业的老总对企业老总的信任。最后落实下来都是个人关系。所有的成功的案例就是我们以前一起，你来访问过我，我到你那里去学习过，然后我们一起参加过一个什么，都是个人跟个人之间的信任，就是他们觉得是志同道合的人，愿意在一起工作，而且愿意为彼此付出。在这个基础上，你让他留下来，就能够产出正。所以你看，他留下来，就是在本地有积极的正面的效应，他肯定愿意来，并且留下来。这是一方面引进来，还有一方面是更重要的，对瑞典来讲，因为瑞典它是个外向型企业，将近我当年的数据哈，4、5年前的数据，69%的出口和69%进口都是针对欧盟的。所以它还有一个走出去，你怎么样才能走出去，帮助你的企业走出去？我当时采访过好些中小企业，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去中国？中国那么大的市场。我采访过一个初创公司，他的老总在上海工作2年，还能讲相当不错的中文。他说我很想，但是我做不到，为什么呀？他说我不认识人，没有圈子。你知道在北京设立一个办事处要花100万，我也没那个钱。如果我有那个圈子，有那个人，我找到人投资，我肯定愿意去。那怎么样才能有这个圈子呢？你花钱到北京去住2年吗？还是北京的企业到你斯科纳来，你天天跟他们工作，他能拓展你的圈子？所以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开放了以后，外国企业进来能够帮助你本地的企业走出去。所以你看，一个是引进来，一个是走出去，这是相辅相成的。说对瑞典来讲，一定不能闭关自守。你闭关自守，你死翘翘，你连西红柿都没得吃，是不是？你的国内市场多大？一丁点，你的企业一定要服务欧洲，要服务全世界，你才能活下去。所以对瑞典来讲，让什么要不让谁进来，让谁进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不是什么一时半会儿。基于什么像美国那样说我要选举我就抹黑谁，然后让大家都来投票，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美国毕竟它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它科技实力也比较全面。瑞典呢有它的支柱产业，但是它没有完整的产业链，也没有非常大的国内市场，所以它一定是依靠国际市场的，一定不能闭关自守。不管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瑞典是欧盟国家，你就要受欧盟的管制。欧盟的比如说你的自由经济体，你有贸易协定，对吧？你有关税协定，你就必须要遵守协定，不是说我不让谁进来就能不让谁进来的。好的，那么听你刚刚所说的这些，从法律的角度而言，从欧盟的这个角度而言，它是没有理由阻止外来企业进来。这是第一。第二个，它也需要外国的企业进来，然后帮助本国的企业走向世界。那第三，它也需要外来的企业留下技术，留下人才，或者留下各种基础建设。那么从这些角度而言，我觉得欧洲它本身其实是欢迎外来企业进来的。那为什么在报纸上还有那么多仇视外来企业的文章在呢？这个民意是最难以捉摸的事情。民间的反应都是直接的，一出太阳我觉得热，我马上就要脱衣服，一刮大风我马上就要穿衣服，这是每一个人的考虑。但是今天热等不等于明天热，对吧？你怎么样来增强你自己的应对能力是另外一个，大众可能考虑不到那么高。至于在中国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就像我们上集聊的一样的，这个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哈，我觉得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它都需要一个敌人，目的就是增强你自身的凝聚力。特别是你的国家要一盘散沙的时候，你找一个共同的敌人，马上就有凝聚力了，马上就有共识了。好，那冷战你有没有观察到，冷战结束了以后，美国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以前谍战片都是苏联的间谍，后来就没有啦，
没有谍战片里面没有苏联间谍了，因为苏联都不存在了嘛，那变成什么呢？变成什么毁灭地球的外太空生物，对不对？那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又变成中国间谍了。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有一个需要一个共同的敌。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讲了一下在欧洲欢迎什么样的企业进入他们国家。那么刘老师在后半段的采访当中呢，开了一个头，讲了一下欧洲各个国家，比方说德国啊，还有瑞典啊，他们对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和中国的关系。但是他只开了一个头，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会邀请他给我们讲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希望大家喜欢。